好，大家好，这里是回到海图进行一场脱钓。那这边的话，我是额外去了2个新的点位，一个点位在上方的一个无名坑，另外一个点位的话在34坑上面的72米坑。为什么会选择这2个点位呢？主要是在75坑跟80坑的脱掉带来的一些挫败感。怎么说？这2个坑的话是基本来说一些脱掉的老玩家经常会聚集的点位。那无论是75还是80米坑的话，其实经常拖的话没有鱼，或者说是稀有鱼比较少的情况也是时常发生。那除了之前有一段时间曾经流行过的55米坑脱掉之外，我就考虑有没有其他额外的一些打野点位，会在脱掉上面发光发热。那实际上来说，这一次的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因为大部分人觉得，如果说没有稳定的一个稀有口的一个情况的话，相对来说脱掉会没有意义。实际上也是如此，脱掉的整体收益的话，基本都是集中于稀有鱼的数量上面。然后想要收益更上一层楼的话，那稀有鱼的重量还要提升上来。那这2个条件都齐备的情况下，基本能够称之为脱掉的一个热门的开口期。但实际上而言，在挪威海这个地图的话，脱掉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特别多的一个模式，所以想要稳定的产出一些稀有鱼，那其实的话，除了用时间来堆，那基本是没有太好的办法。那针对此种现象的话，其实我做这一期视频也是为了给大家增加一些可选项。主要是，其实如果一直拖75坑或者80坑的话，普遍上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刚入坑或者说是脱掉玩不久的小伙伴的话，对赶鱼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特别擅长，或者说是非常陌生，完全之前就没有接触过。那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比如说融会贯通，像某一些赶鱼的教程的话，那突然又在某一天遇到一些特别大的鱼，甚至是某一些大型鱼的奖杯鱼，那遇到了却把握不住，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因为本身从整个地图的位置上来说，像80坑的话，相对还好一些。它虽然处于整个地图的右下角边缘，但是它周围的深坑的数量其实并不多。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处于某一个方向的一个航线上来说，其实赶鱼的成功率还是蛮大的。而且80坑相对于75米坑的话，距离港口的整个路程会更短一些，所以常规上而言，80米坑的话，本身它的难度会比75米坑更小一些。但是毕竟因为处于地图边缘嘛，仍然是有一定的风险导致大鱼出了边界而赶鱼失败，那就更不用说75米坑。七十五米坑的话，除了坑头一个很小的一个通道之外，
基本上来说，75米坑是环绕在所有深坑的一个位置上。所以75米坑的话，虽然坑大，但是把整个鱼以一个正确的航线赶出来，然后到达一个既定的浅坑的路线上，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那本身的话，75坑走出坑的整个路线又比较长，然后75坑到达港口的路线也比较长。那除非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鱼，例如像老沙子呀，或者说是比较大的剑鱼，或者是金枪鱼这种情况的话，那其实很多鱼是很难坚持到出这个75米坑的。就很多比较不太熟练的小伙伴，基本会在赶鱼上犯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错误，就是它的整个方向调整的不对，那就会导致鱼跑到75坑周围的比较深的一些坑位上。那鱼一旦出现一个趴底的一个现象，那这个鱼会抽走比较多的鱼线，同时的话又比较不容易把鱼赶出来。这里的话，其实都是在赶鱼失败这个问题上风险比较大的因素。所以这次选择打野点位的话，基本是集中在整个大地图的中心的点位。同时，这个坑位的话还有一定的范畴。那比较靠近75坑旁边的那个无名坑的话，那这个坑位的话是有明显的一个范围，就是它的整体长相就类似75坑跟80坑，但是会小很多。那好处是这坑周围是没有什么深坑，同时的话，这个坑的整个深度相对而言会比较浅一些，就是类似55米坑，大概52米左右的一个深度。所以在赶鱼整个反应速度上是相对比较快的。同时，这个坑确实藏有一些稀有鱼，同时卡米的整个范畴会相对比较小一些，就是你无需考虑特别长的一个水程距离，基本就是做一些调整跟尝试，也能很快找到鱼的水程。那这点的话是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那另外一个位置的话是在34米坑的上方，它有一个大概类似75米坑的一个深度，整体的平均深度的话是在72米。那这个坑的话，比上一个坑更好的点是它的整体的方位是在地图的正中心的一个方位。那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说，鱼的航线的话会比较清晰，且周围的深坑的数量也比较少。那如果说是它整个鱼处于正中心的位置，然后被有些玩家中鱼的话，实际上赶鱼的路线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一些，至少一开始不会朝着地图边缘的方向走。那即使是出现了一些方向性的错误，比如说不小心遇到了一些比较深的坑位，鱼还是冲进了这些地方呢，也没有关系，至少整个地图的路线跟路程的容错率可以达到最大。那这种情况下，只要这个坑能够遇到稀有鱼，那基本在这边进行脱钓就有一定的价值。本身的话，稀有鱼也是靠类似碰瓷的一些概率性的事件才能获取到，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位置，它其中是有一定的稀有鱼鱼口，
遇到一些稀有鱼的奖杯这件事情本身的话，相对而言就有可能发生。那这个坑的话，相对于前个坑，可能会在整体的赶鱼路线上会更好一些。那这次的话，我是在这两坑，大概是脱钓遇到8条稀有鱼，从数量上而言的话，基本是达到我的一个比较认可的一个标准。但问题也存在，就是这个坑的话，应该说这两个坑的话，相对而言，稀有鱼的重量会偏小一些，也就是遇到的稀有鱼本身的大小偏小，这点是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个人口的原因，还是说是这个坑的稀有鱼本身就比较小。因为本身在这两个比较偏门的一个钓点的话，相对而言玩家也比较少，所以没有太多横向的证据表明这里的鱼就是这么小。那也没有太多证据来表明这里的坑它的鱼就不行，所以如果说有兴趣在这边测试的话，我还是建议一些脱钓的玩家来这边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在这边得到一些比较稀有的奖杯鱼，来证明一下这两个点位的价值。
好，基本上钓到最后一条鱼就回到鱼市这边看一下整体的收益。这边的话，除了稀有鱼之外，基本也都是沥青血，也是比较正常常规的一个现象。进入鱼市，收益在2800银币，接近3000银币，7个小时也还行。